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手头拮据的时候，我们反而越容易做出糟糕的财务决策？为什么时间越紧张，就越容易被各种琐事搞得焦头烂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意志力太薄弱，但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经典著作《稀缺》，就深刻揭示了这背后隐藏的秘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天才经济学家，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顶级心理学家。他们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研究了世界各地无数真实案例，最终发现了一个让我们陷入穷忙和瞎忙的底层逻辑。他们指出，稀缺会制造一种叫做管亏的短视效应，并且会向我们的大脑强行征收一笔昂贵的带宽税，直接损害我们的认知和判断力，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这期视频不会教你任何鸡汤技巧，而是要帮你从根源上理解这个机制，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为你的大脑和生活来一次真正的减负。让我们先来解开稀缺的第一层密码，看看它那神奇又强大的光明面。书中把它叫做专注红利，简单来说就是一旦你陷入稀缺状态，你的大脑就会像被瞬间激活了一样，自动屏蔽掉所有杂念和干扰，把全部的精力都聚焦在眼前最要紧的事情上。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一份报告如果给你1个月时间，你可能会花前20几天来刷手机、看电影、思考人生，真正动笔的时间屈指可数。可如果只给你1天时间，你就会像变了个人，全世界都与你无关，你的眼里只有那份报告，大脑高速运转，效率高到自己都害怕。这就是稀缺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极致的专注。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无处不在。比如开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可一旦有人提醒会议只剩半小时，所有人都会立刻严肃起来，直奔主题，效率瞬间翻倍。为了验证这一点，心理学家们还做过一个实验，他们雇了一群学生来校对3篇文章，总共给3周时间。A 组学生必须每周交1篇 ，B 组学生只要在3周结束时把3篇全部交上来就行。结果 A 组学生的表现要好得多，他们脱交的情况更少，找出的错误也更多，因此赚到的钱也更多。为什么？因为每周1次的截止日期制造了更频繁的稀缺感，让他们能持续地保持专注。而 B 组学生在宽裕的前2周里，很可能就把时间给浪费掉了。这种专注红利不仅仅体现在时间上。你有没有发现，一管新买的牙膏，你刚开始会挤很多，但当它快用完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格外小心，生怕浪费一点点。一盒昂贵的巧克力，你吃到最后几块的时候，总会品尝得格外仔细。作者在实验室里也模拟了这种心态，他们设计了一个叫愤怒的蓝莓的游戏，让玩家用弹弓射击。一组是富玩家，子弹管够；另一组是穷玩家，每轮子弹都很少。结果发现，穷玩家虽然子弹稀缺，但他们每一次射击都更用心，他们会花更长的时间去瞄准，因此每一次射击的命中率都更高。富玩家反而因为子弹充裕，打得非常随意，浪费了大量机会。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稀缺简直太棒了，它就是我们拖延症的克星，是创造力的催化剂啊！如果我能一直保持这种专注高效的状态，那不是要起飞了吗？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份叫做专注的礼物是有着极其高昂的隐藏价格的，它就像一副神奇的眼罩，你戴上它，全世界的干扰都消失了，你的眼里只有目标。可最可怕的是，这副眼罩一旦戴上，你自己是摘不下来的，你只能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这条路，却完全看不到路两旁的悬崖峭壁。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管亏效应。书中讲了一个真实又令人心碎的悲剧来告诉我们，管亏到底有多可怕。在美国，消防员是一项备受尊敬又极其危险的职业。警报一响，他们就必须在几10秒内完成换装、登车、出发等一系列动作，因为每1秒钟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存亡。这种工作性质就把他们推入了一种极致的时间稀缺状态。2005年的一天，一位叫做布莱恩·亨顿的消防员在接到火警后，像往常一样和队友们火速冲上了消防车。然而，悲剧发生了。在消防车高速拐弯的时候，车门突然被甩开，亨顿被直接抛出了车外，头部遭受重创，不幸殉职。他并不是牺牲在火场里，而是牺牲在了去火场的路上。事故调查发现，如果当时他系了安全带，就完全可以保住性命。这就让人非常困惑了，一个身经百战、接受过严格安全培训的专业消防员，怎么会犯下不系安全带这种连普通人都知道要避免的低级错误呢？答案就是管亏。
在警报响起的那个瞬间，亨顿的大脑就被赶赴火场这个唯一且至高无上的目标给彻底俘获了。在那几分钟的路上，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思考着火场布局，制定灭火策略，计算需要的水龙头数量。所有这些10万火急的事情，把他小小的隧道视野给完全塞满了。而系上安全带这个动作虽然无比重要，但在那一刻被大脑判定为并不紧急，被无情地挤出了隧道，被大脑自动忽略了。这不是疏忽，也不是懒惰，而是一种在极度稀缺状态下，大脑为了保证核心任务而产生的几乎无法抗拒的目标抑制效应。所谓目标抑制，就是当你的大脑里有一个超级重要的目标时，比如我必须在今晚完成这份报告，你的大脑为了更好地帮助你，就会主动的，甚至可以说是粗暴的，把其他所有可能干扰你的想法，比如我该去健身了，我该给爸妈打个电话了，车子好像该年检了，全都给暂时屏蔽掉，把他们关进小黑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截止日期前表现得那么专注，因为所有潜在的干扰项都被大脑自动抑制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机制，我们才会在不知不觉中犯下无数看似愚蠢的错误。在管窥效应下，我们做出的很多决定，其实都是隧道里的决定。比如一个手头拮据的农民，他要不要买一份农作物保险？他不是不知道保险的重要性，但买保险要立刻掏出去的这笔钱就在他的隧道里，看得清清楚楚，让他肉疼。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干旱或者洪涝，却在遥远的隧道之外，显得那么模糊和不真实。所以他很可能会选择省下眼前的钱，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再比如我们自己，为了赶一个重要的项目，我们可以连续1个月不回家吃晚饭，忽略孩子的累球，推掉和朋友的聚会。我们总觉得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补偿他们。但这个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来，因为在管窥效应下，当下的紧急任务永远会被无限放大，而未来的重要规划永远会被推到隧道之外。我们为这种短视付出的代价，书中称之为管窥负担。你所忽略的每一次身体检查，你推迟的每一次家庭陪伴，你搁置的每一次长远规划，都在悄悄地为你未来的生活累积成一笔看不见的巨额账单。所以，专注让我们高效，管窥让我们短视。这一得一失已经很可怕了，但稀缺最致命的武器还不是这个。它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不光让你看不见，它还会直接动手，从你的大脑里偷走一样东西，一样你最宝贵的资源。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简单粗暴地说，就是让你变笨，还让你变冲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稀缺是如何对我们的大脑进行降维打击的？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解释这个概念。我们的大脑就像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手机，性能超强，运行流畅。而带宽就是你手机的运行内存和处理器，它决定了你思考问题的深度、解决问题的速度，以及控制自己不乱发脾气、不乱买东西的自控力。平时你的手机运行飞快，打游戏、看视频、多开应用都毫无压力。但如果你的手机后台偷偷开着几十个你根本不知道的应用程序，它们在疯狂的定位、上传数据，互相唤醒呢？你的手机就会立刻变得又卡又慢，电量像瀑布一样往下掉，甚至动不动就发烫，死机。稀缺就是那个在你脑子里疯狂自起，还根本卸载不掉的流氓软件。当你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时，当你为还不上的信用卡账单焦虑时，当你为那个即将到来的考试或项目截止日期而睡不着觉时，这些挥之不去的烦恼就占用了你大量的大脑内存。书中把这种巨大的心理消耗叫做带宽负担。这就像你在一个铁轨边的办公室里工作，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从窗外开过去，野蛮地打断你的思路，让你烦躁不堪。而稀缺带来的是脑子里的火车，这个月的业绩怎么办？孩子的学费还没凑够，那个客户为什么还不回我信息？这些念头就是一列列呼啸而过的火车，你根本没办法做到真正的专注。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大吗？不，作者用一个极其惊人的实验告诉你，这比压力要可怕得多。研究人员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商场里随机找了一群购物者来做测试。他们先让参与者想象一个场景，你的车坏了，需要一笔钱去修。一半人面对的是$300的小问题，这是一个很轻松就能解决的简单模式。另一半人面对的是$3000的大难题，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困难模式。然后关键的部分来了，研究人员让他们去做一套图形推理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文字版的智商测试。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在面对$300的简单模式时，那些收入不高的穷人和收入很高的富人测试表现没什么区别，大家都很聪明。但是当问题变成$3000的困难模式时，那些手头本来就紧的穷人，他们的测试成绩瞬间崩盘。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作者计算了一下，相当于他们的智商分数凭空暴跌了13到14分。14分的智商差距是什么概念？它可以把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直接拉到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智力缺陷的边缘。作者在书中做了一个更夸张的对比，这种由金钱烦恼带来的变笨效应，甚至比你通宵一整晚不睡觉对大脑的损伤还要严重。你没听错，为钱发愁比熬夜还伤脑。这还没完，研究人员还测试了他们的执行控制力，也就是自控力。结果同样惊人，在思考那个$3000的难题时，穷人的自控力也大幅下降，变得更容易冲动，更没耐心。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实验室里的夸张结果，不一定代表真实世界。作者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跑到印度农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真实案例来验证。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当地的甘蔗农，甘蔗农的收入很有意思，他们一年只在收获后才有钱，然后再下一次收获前，钱会越花越少。所以同一个农民会经历富裕和贫穷2个周期。研究人员就在这2个不同的时间点对同一个农民进行了测试，结果再次完美验证了他们的理论。同一个农民在他刚收获手头有钱的时候，在认知能力和自控力测试中表现得聪明、冷静、有耐心。可当他到了收获前手头拮据的时候，在完全一样的测试里就变得反应迟钝，更容易出错，判断力也显著下降。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稀缺最可怕的武器是什么？它不是让你看不见，而是直接削弱了你的核心战斗力。它通过长期持续地占用你的大脑内存，让你在最需要智慧和自控力的时候，强行进入低电量模式，让你变得又笨又冲动。这个带宽负担就是所有穷忙和瞎忙的底层逻辑。它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压力之下做出那些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愚蠢决定。那么，这个可怕的陷阱，它具体又是怎么一步步构造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旦掉进去，就好像被强力胶粘住了一样，再也爬不出来？现在我们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比喻，打包行李箱，来给你拆解稀缺陷阱的内部构造。想象一下，你要去一个地方出差1个星期，你从床底下拖出了一个超大的行李箱。你先把电脑、西装、洗漱用品这些必需品随手打进去，发现箱子还空着一大半。于是你开始碎碎念，要不要带上跑鞋，万一有空可以跑个步呢？要不要带上那本没看完的书，万一飞机上无聊呢？哦，对了，再带上一件毛衣吧，万一当地降温呢？你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额外衣物全都塞了进去，最后轻松地拉上拉链，箱子里甚至还有点富余。整个过程是不是感觉特别爽，充满了从容和掌控感？好，现在我们切换场景，同样是出差1星期，但航空公司规定你只能带一个最小号的登机箱。你还是先把那些必需品塞进去，结果发现箱子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这时候你看着床上的那双跑鞋，就开始了极其痛苦的内心挣扎。我要是想带上跑鞋，就必须把那双更正式的皮鞋拿出来。我要是想带上毛衣，那件本来准备换洗的衬衫就得舍弃。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变成了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你开始像个俄罗斯方块骨灰级玩家一样，把袜子塞进鞋里，把皮带沿着箱口的缝隙塞好，小心翼翼地计算和利用着每一寸空间。这个过程是不是充满了算计、纠结和痛苦？发现了吗？这2个场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个大行李箱里多出来的，可以让你随便挥霍、安放各种额外物品的奢侈空间，书中就把它叫做余闲。而那个小行李箱里，每放进一样东西，就必须拿出另一样的痛苦抉择，就叫做权衡。这就是稀缺陷阱的第一个秘密，也是它的本质。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闲，它会强迫你进入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权衡的思维模式。比如，我们的预算就是我们的金钱行李箱。对于一个不为钱发愁的人来说，他的预算就是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今天晚上心血来潮想喝一杯$10的鸡尾酒，他根本不会去想这笔钱是从哪来的，他不会因为喝了这杯酒就不能买别的东西，因为这笔钱是从他巨大的余闲里支付的，几乎不占用任何必需品的空间。但对于一个手头拮据的人来说，他的预算就是一个被塞得密不透风的小行李箱。别说$10了，就是多花$1，他可能都要想一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天要少吃一个鸡蛋，
或者公交卡要少充一点钱。他的每一次消费都是一次痛苦的权衡。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一个日程宽松的人，他的时间行李箱很大，临时加个会或者朋友约他下午喝杯咖啡，他可以很轻松地从日程表的余闲时间里进行调配。但一个日程被排满的人，他的时间行李箱已经快要爆炸了，任何一个微小的意外，比如路上堵车，迟到了5分钟，都可能导致他一整天的计划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盘崩溃。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余闲不就是浪费吗？你看那些有钱人，橱柜里堆满了早就过期的食品，花大价钱租仓库，放一堆自己都忘了的旧东西，这不都是余闲太多带来的低效和浪费吗？没错，这是余闲的 B 面。但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我们常常忽略的 A 面，一个隐藏功能，它为你提供了犯错的空间。书里讲了2个人，亚历克斯和本，他俩都看上了一件$200的皮夹克，也都在头脑一热之下买了下来。对2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次冲动消费，一个计划外的错误。但这个同样的错误带来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亚历克斯很有钱，这$200不过是他庞大余闲里的9牛1毛，他可能回家后悔一下，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但本很穷，这个月手头非常紧，这$200本是他计划好下个星期用来修车的钱。现在加克买了，他的车就没钱修了。车修不好，他上班就可能迟到，上班迟到就可能被扣工资，甚至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一个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冲动，就可能引发他生活的连锁性坍塌。你看，同样一个错误，就因为有没有余闲这个缓冲垫，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稀缺陷阱的内部构造我们基本搞清楚了，它是一个没有余闲，处处需要权衡，而且毫无容错空间的残酷生存环境。一旦你身处这样的环境，你的带宽又被严重占用，变得又笨又冲动，那么为了自救，为了解决眼前最棘手的问题，你会下意识地做出什么行为呢？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无论他平时有多聪明、多理智，在掉进这个陷阱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同一个动作，一个能让我们瞬间感觉良好的解药，但同时也是一剂会最终把我们推向更万劫不复深渊的毒酒。这个动作就是驱动稀缺陷阱无限循环的那个强大引擎，那就是借用。什么是借用？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它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再熟悉不过了。缺钱的时候，我们刷信用卡、借花呗，甚至去碰那些利息高到离谱的各种网贷，这就是借钱。缺时间的时候，我们把今天该干的活推到明天，把这个月该完成的项目拖到下个月，这就是借时间，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深恶痛绝的拖延。本质上，它们是完完全全的一回事，用未来的资源来填补今天的窟窿。你肯定会问，为什么？难道我们不知道借了总要还，而且还要连本带利的还吗？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但问题是，在我们前面聊过的广亏效应之下，我们的感觉被扭曲了。想象一下，你这个月的房租马上就要到期了，但你的工资还没发，银行卡里空空如也，房东马上就要来敲门催债。这时候交上房租，避免被赶出去流落街头，这个念头就在你的隧道视野里被放大了无数倍，它巨大清晰，无比紧急。而此时旁边弹出一个一键借款的广告，它告诉你只要点一下，钱立刻到账。至于下个月要怎么还这笔钱，还要付多高的利息，这些未来的后果在那个当下全都在遥远的隧道之外，它们显得那么抽象模糊，好像可以以后再说。于是你的大脑会立刻做出判断，先救我了再说，先把眼前的这场大火扑灭。书里就讲了一个叫桑德拉的美国女性的真实故事，她就是这样一步步掉进陷阱的。她本来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努力的职场女性，但因为丈夫突然失业，家里一下子就出现了现金流危机，连汽车保险都快交不起了。为了解决这个眼前的难题，她申请了一笔工薪日贷款。这种贷款听起来很美，先借一小笔钱应急，几周后发工资了再还，只需要付一点手续费。他顺利地交上了保险，感觉问题解决了。但到了下一个发薪日，因为他要还掉上个月的贷款，还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手续费，他手里的钱变得比上个月更少了。于是为了支付电费账单，他只能再借一笔更大额的贷款来还上一笔的债。就这样用一笔贷款还另一笔贷款，雪球越滚越大。短短6个月的时间，他从一个体面的中产，一步步沦落到支票被银行退回，汽车被拖走，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
他借来的那些钱没有买任何一件奢侈品，全用在了填补一个又一个因为借用而产生的越来越高的利息和缺口上。这个故事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刷爆信用卡以贷养贷的真实写照吗？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桑德拉的财务知识不够，但作者在实验室里用一个游戏告诉你，这跟知识水平没多大关系，这是我们人性在稀缺状态下的必然反应。他们让参与者玩一个类似电视上家庭问答的游戏，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问题。同样，一组是时间充裕的富玩家，一组是时间紧张的穷玩家。关键的设计是，游戏里可以借时间，你可以为了当前这一轮从你未来的总时间里借几秒钟，但要付出高昂的利息，比如现在借1秒，后面就要被扣掉2秒。结果呢，那些时间本来就稀缺的穷玩家，反而最喜欢也最频繁地去借时间。他们为了赢下当前这一轮，不惜背上沉重的时间债务。虽然他们每1秒都比副玩家更专注、更努力，但因为借的太多，最后他们的总分反而比那些不让他们借时间的时候要低得多。这个绝妙的实验证明了，是稀缺这个处境本身，而不是某个人的性格，在逼着我们去做出借用这个看似解渴，实则饮鸩止渴的决定。所以现在我们看清了稀缺陷阱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稀缺导致了管亏，管亏让我们觉得借用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唯一办法。但这个循环还没结束，借用虽然暂时扑灭了眼前的小火苗，但它也给你未来的生活埋下了一颗更大的威力也更强的炸弹。因为你借来的迟早要还，而且是连本带利的还，这就导致了你未来的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而更稀缺就意味着你的隧道会变得更窄，你的贷款负担会变得更重，你就更可能去借用。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就这样闭环了。在这种天天救火、四处借债的状态下，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为什么很多明明可以提前计划好的事情，最后都变成了手忙脚乱的紧急事件？书中把它形容为一种永不停歇的杂耍状态。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被迫上场的杂耍演员，生活毫不留情地往你手里塞了好几个球，你必须让他们都停在空中，一个都不能掉。你的房租、孩子的学费还不上了，信用卡账单、老板催的方案，家里突然生病的宠物，每一个都是一个正在加速下落的球。你的眼睛和大脑只能死死地盯住那个马上就要砸到地上的球，用尽你全部的力气和智慧去接住它。当你手忙脚乱地把它再次抛向空中，刚松一口气，一抬头发现另一个球又呼啸着向你的脸门砸了过来。在这种状态下，你永远在处理最紧急的事，永远在救火。而这种杂耍模式最诡异也是最害人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你把很多明明可以提前计划好的事情，硬生生拖成10万火急的突发事件。作者在印度农村研究时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很多村民跑去借高利贷，你猜是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不是，最常见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或者购买下一季庄稼的种子。这就让人非常不解了，孩子的学费什么时候交，地里的种子什么时候种，不都是早就知道日期固定的事情吗？怎么会变成需要借高利贷来解决的急事呢？原因就在于杂耍和管亏。当你在疯狂地应付眼前几十个球的时候，你的隧道视野让你根本无暇顾及那些还在高空中平稳飞行的球。下个月才要交的学费，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它在你的隧道之外，你总觉得到时候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可当到时候真的到了，它就从一个原本的计划瞬间变成了一场必须马上扑灭的大火。你被一个自己本可预见的未来给惊喜到了。这种天天救火、心力交瘁的状态，就导致了另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我们误解的难题，书中称之为最后1公里难题。什么是最后1公里？就是我们明明已经拥有了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但却总是功亏一篑，倒在成功前的最后一步上。书里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现在有很多特效药能很好的控制糖尿病、高血压，药甚至可能是免费的，但很多病人，尤其是那些生活拮据的病人，就是做不到按时吃药。结果一个原本可以被轻松控制的慢性病，最后拖成了威胁生命的大病。再比如，全世界的农民都知道，给农田除草能大幅增加产量，可能多收成2-3成。除草这件事不怎么需要花钱，只需要花力气。但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就是会眼睁睁地看着杂草长满田地，任由本该到手的收入白白溜走。还有为人父母，无数的研究都铁证如山地表明，贫困家庭的父母往往对孩子更严厉、更没耐心，也更难做到前后一致。
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们懒吗？是他们笨吗？是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和收成吗？完全不是。这本书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直击灵魂的答案，因为他们的带宽早就被无穷无尽的杂耍给占满了。书里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点。研究人员去研究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这可是个压力爆表的工作。他们发现，管制员在工作特别繁忙、精神高度紧张的日子里，他当晚回到家，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就会变得更差、更没耐心。在不忙的日子里，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中产好爸爸，但在极度忙碌、大脑带宽被榨干之后，他就变成了那个手足无措、容易发怒的贫困爸爸。人还是同一个人，但因为大脑的带宽被工作占满了，他就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当一个好父亲了。穷人也一样，他们的大脑里塞满了各种关于生计的飞机需要调度。当你的全部心神都被用来应付眼前的账单和温饱问题时，你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带宽去记住几点该吃药，去坚持完成田里繁重的除草工作，或者去耐心地回答孩子提出的100个为什么。所以，稀缺陷阱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不仅让我们在物质上匮乏，更通过带宽负担这个机制，剥夺了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过上一种更有趣的生活的能力。它让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杂耍，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然后在我们心力交瘁的时候，又让我们在成功前的最后1公里上无力地倒下。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设计如此精巧、威力又如此巨大的陷阱，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当然不是。既然我们知道了它的运作原理，就可以像拆解一台精密机器一样，找到它的薄弱环节，然后精准出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些聪明的组织和机构是如何通过一些反直觉的神操作来漂亮地对抗稀缺陷阱的。比如，在一个手术室极度稀缺、天天爆满的医院里，他们想到的绝妙办法竟然是关掉一间手术室。你没听错，在美国密苏里州有一家叫圣约翰的医疗中心，就曾经掉进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时间稀缺陷阱里。他们医院总共有32间手术室，但每天要做的手术实在太多了，导致手术室的使用率常年维持在100%以上。结果是什么呢？任何一台计划外的急诊手术都像一颗突然投下的炸弹，会把整个手术日程表炸得稀巴烂。为了给这些急诊病人腾地方，那些早就安排好的病人、已经请好假、做好准备的常规手术只能被迫临时推迟。于是，整个医院陷入了恶性循环。外科医生们经常要在凌晨2、3点被从家里叫起来做手术，护士和麻醉师们毫无准备地疯狂加班，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身心俱疲。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高压和混乱之下，医疗失误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医院管理层焦头烂额，最后请来一位顾问。这位顾问在了解了所有情况后，提出了一个让所有医生都觉得这人疯了的建议。他说：“你们不是有32间手术室吗？从明天起只用31间，空出那一间，什么都别安排，就让它闲着。在一个连32间手术室都不够用的地方，再主动浪费一间，这听起来不是雪上加霜吗？”但这位顾问的逻辑恰恰击中了稀缺陷阱的核心。他说：“你们医院真正稀缺的，表面上看是手术室，但实际上是应对意外的余弦。虽然每一台急诊手术的到来都是一个意外，但意外会发生这件事本身却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一种必然。现在我们就把这间空出来的手术室变成一个专门的救火队，所有急诊手术都到这里来做。这样一来，另外31间手术室的日程就得到了完美的保护，可以像钟表一样精确的、有条不紊地进行。结果呢，奇迹发生了。仅仅实施了1个月后，这家医院的手术总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5.1%，员工的加班时间大幅减少了45%。2年之后，医院的手术量持续增长了超过10%，医院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通过主动的浪费一间手术室，他们反而拯救了整个系统。主动创造余弦，就能有效地摆脱稀缺陷阱。那如果没有余弦，后果会有多严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代价更为惨痛的例子 ：NASA 的火星探测器坠毁事件。1998年 ，NASA 发射了一台价值1.25亿美元的火星探测器。当时整个项目都处在一种更快、更好、更廉价的疯狂口号之下，这意味着预算和时间都被极度压缩。结果，整个工程师团队从项目一开始就陷入了救火模式。为了赶上那个雷打不动的发射日期，他们疯狂加班，并且开始走各种捷径，忽略了很多重要但不紧急的环节。
比如对整个系统进行全面的联合测试。最终，一个极其低级，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错误发生了。负责制造探测器推进器的公司用的是英制单位磅，而 NASA 飞船操作系统用的是公制单位牛顿。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乘以 4.45 的单位换算错误，因为缺乏充分的测试和检查，被一路放行，没有人发现。最后的结局是，探测器在进入火星轨道时，因为推进器给出的力量是错误的，直接解体坠毁。上亿美元和无数顶尖科学家的心血，瞬间在大气层中化为乌有。你看，没有余弦就会把所有人逼进管窥的隧道里，大家只顾着扑灭眼前的大火，却完全忽略了那个在身后正在悄悄漏油的油箱。其实，早在100年前，就有一位商业天才深刻地领悟到了余弦的智慧，他就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福特通过长达10几年的实验，震惊地发现，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天10小时缩短到8小时，每周工作从6天减少到5天之后，工人的总产出反而更高了，工厂的生产成本也更低了。为什么？因为福特明白，真正决定生产力的不是你工作了多长的时间，而是你工作时的带宽有多满。疲惫不堪、被榨干的员工带宽极低，不仅效率差，还容易出错。主动地给员工增加休息的余弦，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补充宝贵的带宽资源。所以，无论是医院空出一间手术室，还是福特公司主动减少工作时长，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深刻的道理：对抗稀缺需要我们主动的、有智慧的去创造余弦，要把余弦看作一种必要的战略投资，而不是可以随意削减的成本。这些组织的智慧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但他们离我们普通人好像有点远。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在穷忙和瞎忙的个体来说，我们能从这些案例中学到什么？我们能不能也给自己的人生设计一个聪明的余弦系统？我们有没有一套普通人也能立刻上手的反稀缺工具箱呢？请记住一个核心原则：我们很难改变稀缺状态，大脑会短视、会冲动、会带宽不足的心理本能，但是我们可以像改造飞机驾驶舱一样，聪明地改造我们身边的环境，让犯错这件事本身变得更难。第一件工具也是最重要的，主动建立缓冲，创造余弦。这是从那家医院的案例中学到的最宝贵的智慧。你必须主动的、刻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强制的给你的人生留出空白。如果你缺的是时间，那就在安排日程表时，永远不要把会议一个接一个的排满。在2个会议之间，哪怕只留出15分钟的空隙，都可能成为你应对上一个会议拖堂的救命稻草。如果地图显示去一个地方要30分钟，那就给自己40分钟。这个多出来的10分钟，就是你用来应对堵车、找车位这些意外的宝贵余弦。如果你缺的是钱，那就在做预算时，强制自己存一笔啥也别干的备用金。这笔钱不是为了理财，不是为了投资，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为你生活的减震器。当你的生活突然给你一记重拳，比如一张意外的罚单，或者一次不大不小的急诊，这个缓冲就是防止你因为一个小意外就全盘崩溃，被重新拖回稀缺陷阱里的那道安全网。第2件工具，在带宽充裕时行动。你要像一个聪明的农夫一样，学会管理你的精力，而不是你的时间。你要清醒地认识到，你的大脑带宽在1天、1周甚至1个月里是有明显的高峰和低谷的。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最需要思考、最烧脑的决定，比如做人生规划、思考职业方向、学习一项新技能，都安排在你精力最充沛、心情最放松的带宽收获季节去做。书里肯尼亚的农民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让他们在收获前又穷又累，天天为生计发愁的时候去考虑买肥料这种长期投资，他们根本没那个心力。但只要换个时机，在他们刚收获、口袋里有钱、心情最好、带宽最足的时候去推销，肥料的购买率就大大提升了。我们自己也一样。如果你觉得早上是你带宽的黄金时段，那就把最难的写作或思考任务放在早上，并且千万不要手痒先去查邮件，因为一封糟心的邮件就可能像一颗精神炸弹，把你的带宽污染一整天，让你接下来什么都干不好。第3件工具，把好的行为设置成默认选项。这招特别聪明，它利用了我们自己的懒惰和健忘。既然我们知道自己在稀缺时容易忽略事情，那就干脆让忽略这个行为本身自动带来一个好结果。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书中那个公司里的退休金计划。以前你要自己去研究，去填一堆复杂的表格，申请加入才能开始存钱，结果很多人因为忙或者忘了，就一直没存，错过了很多年的福利增长。
后来很多公司改了一个小小的设置，变成了自动为你加入，你如果不想参加，才需要填表申请退出。就这么一个默认选项的改变，员工的退休金参与率暴增了好几倍。我们完全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也设置上这样的默认选项，比如把信用卡设置成自动还款，把工资卡设置成每月一到账就自动赚一笔钱到另一个你轻易不会动的储蓄账户，把这些原本需要你用强大的意志力去坚持的事情，变成一个只需要你做一次决定的一次性行为。这样，就算你忙忘了，你的储蓄和信用记录也安然无恙。第4件工具，巧用提醒对抗管亏。既然我们知道在管亏状态下，我们会忽略掉隧道之外所有重要但不紧急的事，那怎么办？很简单，用各种方法把这些事强行塞进你的隧道里。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提醒。书里的实验证明，哪怕只是每个月给储蓄者发一条提醒他们储蓄目标的短信，他们的储蓄额就能提高6%。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用到极致，把你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目标，用手机闹钟、电脑日历或者一张贴在冰箱上的便利贴，变成一个不断骚扰你、让你无法忽视的存在。比如把健身房的课程直接约好并付了钱，这样它就从一个有空可以去做的选项，变成了一个不去就会亏钱的、让你肉疼的约定。第5件工具，也是最后一个，刻意简化选择，节约带宽。你要像守财奴珍惜金钱一样去珍惜你有限的带宽，要清醒地意识到做选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消耗带宽的奢侈行为，所以要主动简化。为什么有些减肥食谱，比如阿特金斯食谱，对某些人那么有效？因为它规则简单粗暴，不许吃碳水。这比让你天天拿着计算器算卡路里，纠结今天这点热量额度，吃1块面包还是2块饼干，要省心得多，也更容易坚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立刻使用的反稀缺工具箱。你会发现，它们的核心都不是让你用意志力去硬抗，而是用一点点智慧和设计去引导我们那个在稀缺状态下不太可靠的大脑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本书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理解了稀缺的原理，也掌握了应对它的方法。但关于稀缺，还有一个终极问题。我们之所以会陷入截止日期前的忙乱，往往是因为我们在几周前时间还很充裕的时候浪费了太多光阴。我们之所以会在月底为钱发愁，往往是因为我们在月初刚发工资的时候花钱太大手大脚。稀缺陷阱的种子似乎总是在富足的时候就被悄悄种下了。那么富足本身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心理陷阱呢？这本书在最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循环。我们大部分的稀缺，其根源恰恰在我们富足的时候，是月初刚发工资时的随心所欲，才换来了月底才囊中羞涩的窘迫，是截止日期还很遥远时的大把挥霍，才导致了最后关头的通宵救火。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向我们揭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别再只盯着时间和钱了，你最宝贵的、最需要小心翼翼管理的资源，其实是你大脑的带宽。我们管理时间、管理金钱，却很少管理我们自己的心理。而理解了带宽这个概念，你就不再是一个只会埋怨自己意志力差的无助受害者，而是一个能看懂问题根源，能为自己的人生重新设计的架构师。从今天起，试着去做一个聪明的带宽管理者吧。当你再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缺的到底是资源还是带宽？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去规划和保护你宝贵的带宽时，你会发现那个长久以来困住你的穷忙怪圈，也许就真的迎刃而解了。